我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BS 少康戰情室。這我們現場特別來賓林秉佑議員、黃暐瀚先生、牛煦庭委員、徐巧芯委員、陳鳳馨小姐。好，天坑哦，這個8年前高雄是有5000個天坑，這次呢北高雄淹水淹到腰哦，然後呢是這8年來最慘的啊。那另外呢，這個前2天放假了，今天呢比昨天雨大，但是今天不放假。所以呢，大概也怕放太多啊，被人家批評了啊，所以網友崩溃了，喊說到底怎麼回事？所以陳其邁臉書呢也被灌爆了哈。那另外呢，這個高雄前鎮區馬路也有天坑，連這種小怪手都掉進去了哈。那柏油也塌陷啊，那很多的這個車子呢，這個到這個坑洞裡面輪胎就破了哦，就很多個啊，所以呢同病相憐的駕駛很多了哈，那輪胎就破了也蠻慘的哈。那另外呢，這個陳美雅議員說，砸了5.8億，這個區鼓山3路這一帶，結果黃泥還是淹沒道路，所以到底預算花哪裡？花那麼多錢，那到底有沒有用？怎麼回事啊？另外呢，2700萬抽水站的升級，結果呢，照樣讓當地整片泡水。所以陳美雅只要問說啊，問題出哪裡？你總告訴我們個理由吧啊？那823。當時有5000個天坑，所以是不是這個陰影又再現？哦，那說呢，這個因為5天下水將近800毫米，說下水下得太多了，下雨啊。粉專是說賴樂龍自己的選區都顧不好哦，那怎麼顧其他的高雄地區呢？哦，那另外呢，這個柯志恩會不會8年以前韓國瑜剛開始去的時候，其實聲勢也不高，但是哇5000個天坑哦，你民進黨執政在高雄那麼久。韓國瑜就翻轉，那現在柯志恩會不會因此翻轉啊？那另外呢，這個柯志恩勘災也受困了，柯志恩哦，車輛在水裡面拋錨，這水都會進引擎了，會到底盤上，他爬窗脫身，涉水挺進也很慘哦。那另外呢，這個說韓國瑜當時的名言叫做"莫忘世上苦人多"了。哦，那現在呢？到底會不會重新重演韓國瑜當時韓流的故事？我們看一下。新城大馬路一眼望去成了汪洋，連地面的標線都被水淹沒，民眾走在路上只能捲起褲管涉水前行，就怕水灌進家門，居民趕緊架起擋水板。雨很大，雨很大都沒有減弱的感覺，然後水就在那個手本帶開始在冒水。為了避免發生意外，警方第一時間在積水路段拉起封鎖線。高雄大雨持續狂炸，造成多處路段嚴重積水。鼓山區9如4路水深達20公分，淹到小腿肚。銘傳路上更有車輛因此拋錨受損。有淹到。那個下面那一台比較低的那一台應該是Artis吧，那個應該有淹到。所幸大水退得快，不過有些居民雖然架了擋水板，但水還是滲透進家裡。無奈哦，昨天已經4次了，今天又1次，已經清4次，無奈也沒辦法。每年只要颱風起，都生活在恐慌之中，現在都生怕淹水，半夜都不敢睡覺，都在注意水位有沒有什麼隨時會上來。民眾質疑，鼓山區12年來投入將近5.8億治水，如今馬路卻還是成了黃泥河，甚至淹進民宅。我們的水是從側溝裡面冒出來的，哦，那它還有夾帶一個黃色泥沙的部分哦，大致上是從山區的一個泥水哦，整個漫流下來。我們有5台移動式的抽水機都已經架在這邊，那目前環保局已經在積極的清理側溝。大水來得快，去得也快，但留下的泥濘與損失只能由居民承擔。大家只希望可以徹底解決淹水問題。那巧芯怎麼看？首先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說柯志恩委員呢，他現在在參選這個高雄市的市長嘛。那他現在此時此刻就在高雄的這個災區，他的車子開進去的時候呢，還拋錨了，因為現在淹水淹的還是很嚴重，他基本上是算有點1/3以上的車子都被淹到掉的情況，所以車子開進去的時候拋錨，他就呢從這個窗戶那邊爬出來，再繼續前往災區裡面慰問我們的這個民眾哈。
所以我想，其實今天大家是不分黨派色彩，就希望說能夠去協助災民，關心他們也好，至少不要讓這些很辛苦的，因為每個地方都多多少少曾經出現，比如說積水或是淹水，只是說像這麼嚴重的很少見。那但凡是一點點的泥水淹到你家裡，你後續整個要清理啊，整個家具要換，那都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像這麼嚴重，而且淹了這麼多次、這麼多天，我相信台南、高雄的這個居民朋友是非常非常苦的。那任何不分政黨色彩去願意關心他們，我覺得都是好事。那我們要回過頭來看這個治水的相關的預算哈，就是說呢，其實我記得呢，賴清德第1年上任的時候，還在那邊要求立法院說，你們趕快去審預算哈，因為呢，他要過551億的治水預算。那我想問一下，我們是不是也如期讓他通過？是的哦，不是今年的這個總預算哦，今年總預算也是通過，但是我在講的是賴清德第1年上任的時候，他就講說我們治水要多551億。要治水當然重要，也錢都給了，預算都有了，但你治了嗎？再來，我們看到的是賴清德他近幾年來他的總預算都是創史上新高，今年是突破3兆。在突破3兆，去年逼近3兆的情況之下，你有更多的空間可以去協助南部地方去做水的這個水患的整治，那你做了嗎？所以我會覺得說，現在變成是你說要治水有需求，大家都同意，預算也給了，一再的創史上新高，可是事情沒有做好。我們回過頭來看过去賴清德怎麼講的，他先前他講說呢，哎呀，治水很有成效，只淹30公分，這句話當初大家就覺得是完全不可置信。2014年的時候，賴清德是怎麼告訴大家？他說呢，台南淹水淹了30年，痛苦，我花3年的時間去把它解決掉。可是後來有沒有再淹水？也是有的。2018年黃偉哲說什麼？台南已經解除了96% 的水患，有嗎？如果只剩4%的水患的話，今天會淹成這個樣子嗎？回過頭來看，在今年7月的時候，賴清德他作為總統，在台北市當初，我們也是因為現在的極端氣候，說真的雨很大，你會有積水或淹水在所難免，但是我們希望能夠解決。當初賴清德總統是怎麼樣去批評台北，說淹水是地方政府要檢討。你這樣子，我覺得真的很不公允。如果今天執政的地方政府是藍的，你就叫他說都是你要檢討；如果是綠的，你就告訴大家說那是因為治水預算不夠哈，那是你不能去這樣子比較，這不公平。有什麼好不公平的？你今年拿到的多少？3兆，去年拿到多少？2兆多，你已經做總統幾年了？然後在南部地區你還淹成這樣，如果是今天大家說不願意支持台南，不願意支持高雄，不願意給預算，你這樣說還有一點道理。可是現在不是，是全民都一起拿着我們國家的納稅錢幫助高雄跟台南，但你民進黨政府卻做不好。對，所以我不知道會不會有所謂的韓流的風潮，但是關心台南跟高雄會的程度我覺得第一個柯志恩他是被認可的，第二個是說呢，台南跟高雄這幾年的治水，無論在講地方或是中央，通通經過這次的大雨檢驗是不及格的。而且前瞻預算治水編了一大堆啊。是的。鳳馨，你高雄來的，有可能這個柯志恩翻轉嗎？我一直認為柯志恩跟韓國瑜是不一樣的人啊，所以呢，他們使用的方法絕對不一樣。所以我不喜歡用韓流來形容柯志恩，而且柯志恩跟韓國瑜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是，柯志恩上次選完了之後留在高雄，等整整的4年的時間。我其實高雄鄉親其實是感受非常深刻的。那麼上一次選舉的時候，大家還覺得他像韓國瑜一樣，好像就是空降而來的。可是現在已經沒有人在談這件事情，因為他的扎根扎得非常的深。他或許不像韓國瑜一樣啊，就是呢金句連連，然後呢隨時有一些那種非常的這個讓人情緒噴張的一些行為呀、語言吶，讓大家情緒上面投入很多。柯志恩是冷靜很多的人，可是呢，柯志恩的跟韓國瑜有一點我必須說，因為現在都是發生水災，8年前的時候也是水災，現在也是水災。我覺得他們勘災的方法以及他們的目的，還有他們在勘災過程當中所展現出來那一個，我寧可
我不管怎麼樣，就是呢，冒險我也必須要去理解現在呢災情有多麼的嚴重。我覺得那個態度是一樣的哈。好，那我想說，先講一下，因為高雄其實它確實有山有水有海，然後它的海邊呢，其實地勢相對比較低洼，它確實很容易積水淹水。鼓山那一帶其實它就相對來說比較靠近海邊，可像阿蓮吶哈，阿蓮的這地方呢，它就比較接近台南，然後相對就幾乎在快要靠近山邊這個地方。那更不要講，還有像是甲仙啦、寶來呀、好那那瑪夏鄉啦這些地方，它是山區，有山有海。確實，我必須說，遇到大雨的時候呢，高雄是困難的。好，這一點我是100%的同意，所以我並沒有說要去為難，說你在治水的時候一定要做到100%的完美。可是你要第一個，我先說，要說它這個是空前的降雨 ，no， 我們5天降800毫米，很多，就很多全世界的地方來說覺得很多，但對不起，在88風災的時候，那個時候是1天800毫米，是1天哦。1天800毫米哦，現在是5天800毫米哦。那當然，它因為持續嘛哦，那有些時候呢降雨非常的高，可是就時雨量來講，其實今年在內湖的時雨量1個小時下100毫米以上，這一次其實並沒有，最嚴重的時候是1小時80毫米。所以我要講的意思不是說這次水災不嚴重，而是說這一次的水災，如果你去跟歷史記錄來看的話，其實都是有差距的，並不是最高的了，不是最高的。所以我現在因為都還在水災當中，搶救當然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你要去檢討的話，你就必須要把氣象的資料細細的調出來，1個小時降多少，這個地方水位增加多少，其實非常的重要。那我們接着就要來問的是，政治人物勘災的目的是什麼？其實目的說穿了，就是要去踏遍所有災民可能會受害受傷的地方。這一次呢，柯志恩他受困的地方阿蓮，今年6月的時候，那個時候也是淹得很慘，因為阿蓮他跟台南的歸仁是很近很近的，中間隔一座橋，其實就可以到台南。其實我那時候我記得我在高雄女中念書的時候，我有同學他是從阿蓮考進來的，然後他那時候就跟我們講說，他們大部分的同學如果能考的話，都去考台南了，很少考高雄的。離台南比較近，對，反而離台南是比較近的哦。那它這個地方其實在6月的時候就淹得很慘，那時候淹到80公分哦，最深80公分。那我不知道這一次最深到什麼樣的程度，可是至少是你想說，大概整個的輪胎都被淹沒的話，你可以想象那個深到一個什麼樣子的程度。所以其實勘災的目的是要把最受災嚴重的地方，你盡可能的前進，然後去了解那個狀況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你未來在提防治的一些所有的相關的預算的時候，你才能提出對的防治預算。所以，勘災的目的是什麼？是了解真實的狀況。那你永遠都是必須要你願意踏進災區的最前線，你才會讓民眾有感，而不是在臉書上擺拍。在這邊我就必須提一下，就是這一點我要真的要批評賴瑞隆，就是賴瑞隆在勘災的方式是站在木頭的平台上，然後要求官員向他簡報那個災情究竟是如何。大家都在忙着救災，就不要再浪費很多官員的心力。所以勘災的目的，你越是符合民眾所想象的目的，你就可能讓民眾有感。一個汽車啊，如果淹在水裡面，包括整個輪胎，大概64公分，大概1/3的180公分人高了哦，所以大概你從這邊可以判斷出来水到底深多少。我們休息再回來。豪雨狂炸台南啊！所以呢，大東門這是國定古蹟也被暴雨沖塌，然後呢，土石流把這鷹架都這個沖倒了哈。那台南人說崩潰了，仁德永康這原來台南縣的地方了，淹水啊，連續3天降雨。那另外呢，好不好？市區、中西區台南的這個中西區、西門路、中正路都是很繁華熱鬧的地方，也淹了。那老百姓人民說呢，出去吃個飯回來
差點要做橡皮艇，就吃個飯，突然雨就下大了，然後水就上升了哈。所以呢，尤其像仁德這種低洼，淹了3天，居民發誓說：“我在這邊住了40年，沒有看過清水溝，因為以前它雨也沒那麼大，所以大家覺得相安無事啊。哦，怎麼搞得現在變成這樣子？看到沒？哦，所以呢，居民也苦不堪言了哈。那另外呢，這個台南抽水站說累積抽了6056萬噸的水，光從21到24號62站的抽水站來抽水哦。那另外呢，還有511部的移動式抽水機，所以呢，這個雨顯然是下得很大了哈。那另外呢，當然這個台南市議員叫郭宏儀也抱怨，他說有一個叫萬代橋，結果因為在修橋，結果居然把抽水機先撤離了，所以害得仁德呢一天淹3次，所以議員要趕快抽水機很重要，下那麼大雨，抽水機才能把水抽到河裡去啊，哦。那另外呢，黃偉哲說台南呢面積大預算小，所以呢說呢錢給的不夠，加碼多給錢啊。那林濤就是說呢，奇怪呢，以前早些年的時候，北基預算是多，尤其台北市首都嘛，那時候他們整個窮嘛，所以集中這個預算。但是呢，這幾年北基的預算比南高少很多，南高是北基的4.42倍啊。他舉個例子，前瞻第5期計劃總預算943億，台南、高雄就佔了1/3啊。2014年到2026年之前，沒錯，北基北部預算比較多。從2014年到2026年這13年，總預算1850億治水，北基只分到106億啊，台南、高雄分到471億啊，所以這幾年分了很多，那怎麼還搞成這樣呢？那另外呢，經濟部就澄清說，大台北首都圈常年下來佔了60%的治水預算，它只算到2013年。對，但是呢，2014年以後，其實南部是比較多的哦，台南、高雄比較多哈，所以呢，這個2025年6月內湖淹水，他們說市政府無能；2025年8月南台灣淹水，哦，就說呢中央地方一心，哦，這是不可抗力的極端天災。跟治理無關，所以說你的標準要一致嘛。標準說不一致呢，我們看一下。搜救人員從白天找到黑夜，婦人報數平安獲救。不過74歲的張姓老翁卻連人帶車被沖走失聯。事發在24號的下午2點多，屏東萬丹鄉萬順路的橋下，老翁跌落暴漲的愛寮溪，至今仍下落不明。25號，台南市政府宣布上班上課，不過安定區港尾里路夜後淹水仍遲遲未消退，整條路依然是條河流，深度達到腳踝處。隔天恐怕得涉水上班，讓在地的居民喊話市長黃偉哲來關心一下吧。除了台南安定，屏東東港到了晚上還在淹，住戶回家都得小心翼翼的涉水。整個東港一淹再淹，甚至有爸媽帶小孩出門，還特地拉着小艇前進。騎士甚至只能把機車當水上摩托車，相當克難。東港路夜依然是水世界，但明天一早還是得正常上班上課。而南部縣市豪雨成災，治水經費到底要多少才夠？台南市長黃偉哲跟中央喊話，台南市面積是台北市的8.5倍，治水經費卻不足北市的1/3，呼籲加碼治水經費。而根據經濟部的統計，在過往治水預算的確集中在北部，北基佔了全國預算的59%，但從2014年開始到今年，北基總共106億，台南295億，高雄175億，台南、高雄都個別比北基加總還要多。台北市啊是得天獨厚啊，你看這個黃鴻計劃，黃鴻的一個標準都甚至於提高到100年了啊。這個偏鄉的地方，有的才5年，有的才10年，砸下去的錢其實都是不成比例啊。中央地方治水經費到底夠不夠，各有說法。楊牛。說真的，這種天災這個時雨量有的時候真的是非常集中。那即便這個人定勝天是不太可能的。當大自然有這樣子一個天災的時候，確實很難100%的一個避免。但至少我們都希望這從事公眾事務的人能夠做到標準一致，就如同主持人剛剛講的嘛。那面對天災的時候，真正不要把話講得太滿嘛。只要有改善空間，大家全力以赴。其實大家也不要互相責怪，這一點我想大家都不會反對。但問題是，民進黨在過去的時候自己就講出很多瘋狂的言語嘛，比如說蘇貞昌前院長曾經說老天爺很公平啊，這個只要做得好的地方就不會淹水，做不好的地方就淹水啊。那對照賴清德總統今天所講的說接着時雨量很大，你不能責怪
你不能責怪我們不夠努力。那到底誰是誰非呢？這個黃偉哲市長也曾經志得意滿的講說，這個碰到內湖之前淹水的時候，他講說這個台北市不會做，台南市來教你做啊。然後你今天突然是講說，哎呦，我們台南地廣地非常的大，治水預算需要加碼，你怎麼一下子從這個模範生，然後變成是說需要這個支援對象，不是很奇怪呢？更不用講賴清德總統自己曾經講過嘛，這個面對內湖的淹水，時雨量超過100毫米，他說啊，內湖淹水這個災情非常罕見，這個你們必須回去檢討原因。那今天大家在南台灣淹水的時候，你要不要檢討一下原因呢？更不要他曾經講過，剛剛巧芯委員有講到，3年內解決了什麼30年淹水的問題。我要講的是比較不幸的事情是，他當初講很自豪的叫三爺溪的防洪工程，這一次的淹水災情有人罹難，剛好就在三爺溪橋啊，這真的，我們都不希望災情再次擴大，也不希望災情再次發生。但是說真的，這今天大家都講說碰到天災的時候，大家不要有藍綠，不要有鬥爭。但是你前面話講得很滿，然後你前面互相攻擊的時候，你怎麼不算一算這筆賬呢？第二個我要談的是剛剛講清溝這件事情，這當然很多清溝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因為這是現在居住的地方何其之散，何其之多嘛。但是清溝的时候，我們就不免講一講高雄嘛。這要不是當初韓國瑜市長有非常短的時間內，可以在高雄大刀闊斧的針對性的進行清淤，因為他要解決2018選舉時候看到的淹水的一個亂象，才發現很多的大牌等等充滿了這個沒有處理的這個廢棄物嘛。這因為有改變，所以才有機會一窺堂奧。今天台南也有鄉親開始抱怨說啊，其實是不是都沒有清溝？如果沒有改變的機會，你想想看，如果高雄當初沒有那麼短時間的這樣的一個輪替，這個現在淹水災情將會多麼恐怖啊！因為有了當初的改變，有了當初的注意，後面人大家就看哦，清溝非常的重要，然後大家把它當一回事來做，才有辦法稍稍的降低這個災損。所以我在講嘛，政治要做實事嘛，不要忙着互相攻擊，更不要把話講得太滿。那台南的災情非常的慘重，我也真的是奉勸，我說我們在網絡上看到很多民進黨的支持者，也許是習慣搞聲量、搞自我陶醉來逃避，還說什麼我淹水是很清澈的，所以我這邊是什麼威尼斯，真的不要把這個政治的考量跟補妝抹粉建立在真正生活不便的市民朋友的傷口上面，這樣真的沒有水準啊。但大家到最後還是要解決問題呀。近期的重點在這個南台灣還有很大改善的空間，是一個事實。我想從淹水治水預算的這個分配裡面，其實大家也接受嘛。最近這一段時間，大家把重心放在南台灣，其實我桃園治水預算也很少啊。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南台灣有的時候特別嚴重，尤其在夏季的時候、汛期的時候，它是第一受災戶，大家就忍讓，總有資源調度的優先順序。但你不要事後沒有辦法未盡全功的時候，你還要找借口，那這個事情我想人民很難接受。韓國瑜那個時候的現在回想，那時候的錯就是不應該去選總統了。因為高雄對他有那麼大的期待，對不對？然後選上高雄市長，當時不知道誰給他出的鬼主意，他不管了。他自己要負責。但他做的但是那一年做的不錯。但是我要提的是，李四川那年的功勞是很大的。沒錯，知道嗎？李四川現在在選新北市長，就是他去挖的嘛。你自己想想看，李四川那個時候在高雄做了多少事情？他們穿着青蛙裝，然後去下水道，挖出多少光怪陸離的東西，包括長了很多年的樹在下水道裡頭，摩托車什麼東西都在下面，所以那要被注意到。其實我覺得淹水的時候，因為災民被淹到了。你不管是藍跟綠執政你這時候都不要去解釋說啊，其實是因為雨很大或什麼，因為大家就是被淹到了。好，所以其實我覺得啦，因為先前在台北市，蔣萬安也被批評。那台北市當時的單日雨量是250毫米，其實一般只要超過200，時雨量超過70-80就會淹水了。那我現在把3個地方的數字拿出來給大家這個聽一下，這個先政治等一下後面講，先講市政跟這個治水台北市因為都會區的那個整個下水道的系統比較好，所以1個小時78毫米以上的話，它可能就沒辦法，它一定會淹上來。可是你看它退多快，如果水溝像我們剛剛講有清的話，基本上它已經負載上來了，可是很快可能1-2個小時退下去。民眾要的是這個，但即使它退下去了，家裡被淹了，沒有人會高興的。所以台北市大概78，那台南跟高雄因為台南高雄比較大。所以呢，它有一些是比較舊縣區的，所以台南跟高雄縣區的部分都是60，市區的部分這次都淹了嘛，1個小時72。那以這一次高雄來講的話，去年的凱米颱風已經到1天559毫米，那這一次的話，高雄測站是530，楠梓是567，都算高。那過去在這個
莫拉克颱風的時候，屏東還有到1400，阿里山還有到1100，對，一天，所以那個是非常嚇人。那當時莫拉克的時候，高雄市區啦是到500多啦，所以以這次來講的話，算是水多的。那台南的話呢，台南這次單日永康503，仁德486，其實水都算多。所以回過頭來就要去看哦，現在2個問題了。第一個，因為這次淹水的嘉義縣大家比較沒有談到，其實也有哦。只是它單日的雨量大概在300-400左右，在大頭比較少。台南跟高雄都是500以上，所以都淹了，都有抱怨了。嘉義縣、台南、高雄跟屏東剛好都是這次民進黨執政，而且看起來選情比較穩的地方。那2018年韓國瑜當時旗山大淹水之後，2個原因，第一個就是說大家會覺得說市府沒有做好，態度也不夠誠懇積極。第二個就是後續出現了5000個天坑，它不是只有1次2次或是1起2起，是到處大家騎摩托車左看右看都是洞的時候，民怨就上來了。所以兩個標準的檢驗是一樣的。這一次水退得快不快？之後是不是造成整個高雄市的大家民眾覺得說，我們怎麼給你那麼多錢呢？從過去到現在花了100多億嘛，因為把它統計出來，高雄的治水預算一共花了189億嘛。那如果大家覺得花了錢以後也沒什麼改變，沒什麼影響，那覺得說做得不好的話，那柯志恩選情當然就會拉近。那尤其高雄的選情，在這個就是選情的部分，前面講治水，其實是大家都有討論到，看起來跟賴瑞勇蠻接近的。所以一場的這個大雨，其實後續再看之後的第一次的民調，就可以看得出來民心有沒有做浮動了。不，其實說是天災很難預測，但實際上也很容易計算啊。譬如說台北市、新北市堤防多高，那這麼高的堤防能夠耐什麼樣的雨？哦。那另外呢，抽水站、抽水機有多少，能抽掉多少水，排水能夠排到多少水，其實都可以算出来。清淤什麼時候最後一次清的，都可以算出来。哦，所以呢，都不要逃避說，哎呀，這個那個，算就知道。然後說有的時候雨的確大到你現在設備沒有辦法排除嘛，那沒話講嘛，對不對？就像我們當時看工廠污染一樣，你的工廠一天產制多少廢水？你的房屋設備可以處理多少水？我一算就知道，根本不必去抓，就知道說，如果你產生的廢水比你房屋的這個設備多，你就一定偷排嘛，你晚上偷排，否則你怎麼排你這個水呢？所以這都可以算出來的。休息一下再回來。